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明明事情还没有真正倒下来，可你心里就是知道已经不对了。表面上还在撑，关系还在维持，工作还在做，生活也照常过，可是你越来越感觉到那种稳固感正在消失。就像一栋房子，外观看起来还完整，可墙角早已出现裂痕，地基开始松动，木梁也慢慢腐朽。你不是一下子被打倒的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，被一点一点剥掉信心，剥掉热情，剥掉原本属于你的力量。这就是易经第23卦山地剥最深刻也最现实的地方。它谈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失败，而是那种从底部开始松动，从内部开始瓦解，最后让一切逐步崩落的过程。山地剥，上卦为艮，艮为山，下卦为坤，坤为地。山覆于地上，看似稳固，实际上只要下方的土地失去承载力，山就会开始崩落。这个卦象告诉我们，真正可怕的问题往往不是从最上面出现，而是从最底下开始。很多人在人生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，就是只处理表面的症状，却不愿意去面对底层结构的问题。情感出现裂痕，只想着怎么和好，却不愿意承认彼此早已失去信任。工作越做越累，只想着再撑一下，却不愿意正视这个环境早已不适合自己。身心开始疲惫，只想靠休息一下恢复，却不愿意承认真正消耗你的是长期错误的生活方式。剥卦的可怕就在于它不是突如其来，而是早有征兆，只是多数人直到失去时才愿意承认。卦辞说得非常直接，剥，不利有攸往。这一句话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消极，甚至觉得是不是遇到剥卦就什么都不能做。其实不是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，在结构正在崩坏的时候，不适合盲目前进。因为你以为你是在前进，实际上你只是带着裂掉的基础往前冲。这就像一台车轮胎已经快爆了，你不是该加速，而是该停下来检查。可惜现代人最习惯的反应，偏偏就是在不对劲的时候更拼命、更焦虑、更想证明自己没有问题。结果不是把局势扭转，而是让问题扩大。剥卦提醒我们，有些时候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进攻，而是止损；不是突破，而是辨识；不是硬撑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退。大象传说，山覆于地，剥，上以后下安宅。这一句话才是整个剥卦真正的智慧核心。山为什么会剥落？因为它依附于地，而地不稳，山就不稳。所以君子看到这个卦，不是去想怎么把表面补漂亮，而是知道要后下，要安宅，要让下面稳固。这句话如果放在人生里，就是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表面风光，而是来自内在稳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表面看起来很成功，可是一遇到变动就整个人崩掉。也有些人外在条件并不耀眼，但遇事很稳，因为他真正稳的是内心、价值观、判断力和自我支撑的能力。剥卦不是教你悲观，而是教你回到底层，重新检查。我现在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真诚之上，还是建立在讨好与忍耐之上？我现在的工作是建立在长期价值上，还是建立在短期消耗上？我现在的生活是建立在平衡之上，还是建立在不断透支之上？这些问题才是剥卦真正要你去看的。如果要从山地剥里找出一个最核心、最值得深入探讨的主题，我认为就是4个字：衰败之前。因为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，往往不是崩溃的那一刻，而是在衰败还没全面发生之前，你有没有看懂征兆，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反应。很多人之所以在感情里受重伤，不是因为最后那次分手，而是前面一次次小裂痕都选择忽略。很多人之所以在工作里被耗到身心俱疲，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撑不住，而是早在许多不合理发生时就一直告诉自己忍一下就好。很多人之所以在财务上出现危机，也不是因为单一事件，而是长期建立在错误结构上的选择。剥卦不是单纯在讲失去，它在讲的是，当一切还没完全倒塌之前，你到底有没有诚实面对现实。我们先看初六，剥床以足，灭真凶。床是安身之处，
足是床脚，是最底层的支撑。波从床脚开始，意思就是问题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坏掉。对应到人生，这是最早期的警讯。你可能只是觉得怪怪的，不太舒服，不太对劲，但事情还没大到让你非处理不可。比如一段感情里，你开始感受到对方不再尊重你，沟通总是敷衍，承诺一再落空。又比如一份工作里，你开始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内耗，主管的要求不合理，同事间的氛围有毒，可你还是告诉自己先忍着，应该还好。初六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问题还小，所以最容易被忽略。但也正因为它还小，这时候其实最有机会修正。这一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当你察觉根基有问题时，不要急着合理化，不要急着麻痹自己，你必须正视那个最小的裂痕。因为很多人的灾难就是从不愿意承认小问题开始。6.2说，剥床以变，灭真凶。变是床边，代表剥落已经从床脚往上延伸。这表示问题不再只是隐约存在，而是开始影响整体稳定性。人生走到这一步，通常已经不是一句没事可以带过的了。你会明显感觉到状态越来越差，关系中的失衡越来越常发生，工作的压迫感越来越重，身体的警讯越来越清楚。可很多人到了这一步还是不肯停，因为一旦承认问题，就意味着自己可能要做出改变，而改变往往伴随着不确定与失去。于是有人选择继续演，继续撑，继续相信再忍一下就会变好。可是剥卦很残酷，它告诉你，当剥已经从基础蔓延到支撑面，事情就不是单靠意志力能扭转的。这一爻给我们的提醒是，不要在局势明显转坏的时候，还把坚持当成美德。很多时候，那不叫坚持，那叫拖延面对现实。6.3说，剥之无救。这一句很短，但力量非常大。为什么剥了反而无救？因为到了这一步，你开始懂得，不是所有失去都叫坏事。有些东西之所以离开，是因为它本来就不该再留。有些关系会破，是因为那份关系早已失去健康的基础。有些工作做不下去，是因为那个环境本来就一直在耗损你。有些旧的自我形象会崩塌，是因为你其实早就不该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6.3是一个关键转折，它代表你开始不再一味抗拒失去，而是愿意看见剥落背后的清理意义。人生很多痛苦不是来自失去本身，而是来自你不肯失去。你一边知道不适合，一边又不敢放手；你一边知道错不住，一边又害怕结束。6.3告诉你，当该剥的东西被剥掉，未必是凶，反而可能是你真正开始止血的那一刻。所以这一爻对应的人生建议是，当你已经清楚知道某件事正在耗损你，就不要把放手想成失败。有时候放手是你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保护。6.4说，剥床以服，凶。剥到皮肤了，这就不是内部问题，而是直接痛到表面。前面你还可以假装没事，到了6.4，你已经很难再骗自己。这在现实生活中，就是你明显感受到伤害已经发生，你开始失眠、焦虑、暴躁、疲惫，你开始在人际中感到痛苦、自我怀疑，甚至价值感被吞噬。你可能表面还在运作，但心里已经伤痕累累。6.4最重要的提醒是，当局势已经伤到你本身，第一要务不是维持表面，而是保护自己。很多人走到这一步，还在想怎么让别人满意，怎么不要把事情弄得太难看，怎么保持外在体面。但其实真正该问的是，我还能不能承受？我是不是已经被这件事伤得太深？剥床以服，就是告诉你，当问题已经痛到你身上，你就不能再把自己当成代价。这时候最重要的做法就是立刻止损，停止多余的投入，停止无效的讨好，停止对一个烂结构抱有幻想。你不是冷血，你是在自救。6.5说，冠于以攻人宠，无不利。这一爻很多人读不懂，因为画面感很古老，但它要讲的其实是秩序、选择与保留。
鱼一条条串起来，不是乱成一团，而是有次序的整理。工人得宠，也不是全部平均分配，而是有所选择。对应到人生，这代表当一波剥落之后，你开始有能力重新整理自己的世界。你不再什么都想抓，也不再什么都舍不得，而是开始明白哪些东西值得留下，哪些东西必须舍去。比如在人际上，你不再追求让所有人喜欢你，而是珍惜真正尊重你的人。在工作上，你不再只看眼前收入，而是开始思考什么样的路能让你走得长久。在生活上，你不再把时间塞满，而是愿意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。65的智慧在于，剥不是全盘否定，而是重整优先顺序。当你学会选择，混乱就开始重新变得有秩序。这一爻给观众最实际的建议是，当你的人生进入整理期，不要急着全部重建，而是先问自己，现在最值得守住的是什么？先把真正重要的串起来，其他的让它掉。最后看上9，硕果不实，君子得鱼，小人剥庐。这是整个剥卦最有希望的一爻，也是最深的一爻。硕果不实，意思是在一片剥落之中，还有一颗大果子没有被吃掉，代表真正核心的价值仍然被保留下来。君子得鱼，能重新乘车而行，象征在守住核心之后，反而有机会重新出发。小人剥庐，则是连自己的栖身之处都被剥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守住真正重要的东西。这一爻要告诉我们的是，剥卦虽然谈的是衰败与剥落，但它最终不是要你绝望，而是要你分辨什么是可以被剥掉的，什么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的。你可以失去一段不健康的关系，但不能失去自尊。你可以离开一份不适合的工作，但不能失去能力。你可以经历人生的低谷，但不能放掉你的品格、判断与清醒。因为真正能让你重来的，从来不是外在的体面，而是你还有没有那颗没被吃掉的硕果。所以把整个山地播放在一起看，它其实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命题。不是所有崩坏都值得挽回，也不是所有失去都代表失败。很多时候，你真正需要的不是努力把一个错的结构撑下去，而是勇敢承认它本来就该结束。当一段关系只剩下消耗，与其不断证明自己值得被爱，不如重新把爱收回来给自己。当一份工作只剩压榨，与其把忍耐当成负责，不如重新思考你真正该走的路。当一种旧的生活模式已经把你拖垮，与其继续靠意志力硬撑，不如回头检查那个最底层的根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山地波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个观点，就是衰败不是一天形成的，重生也不是靠一口气硬冲出来的。你必须先学会看见剥落，承认剥落，接受剥落，最后才能从剥落中保住真正的自己。很多人害怕面对人生的剥，因为一想到失去，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，是不是命不好，是不是失败了。但易经不是这样看，易经看到的是天道的循环，剥不是永远，它像秋天，叶子会落，不是因为树死了，而是因为生命要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调整。只要根还在，只要真正的核心还在，未来就还有新的可能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正处在人生中那种说不出口的低潮，觉得很多事越来越撑不住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你现在最需要做的，可能不是在逼自己更努力，而是先停下来问一个问题：我现在到底是在建设人生，还是在勉强维持一个早已松动的结构？如果答案是后者，那么剥卦不是来射你的，而是来救你的。它提醒你，该面对的要面对，该止损的要止损，该放手的要放手，该守住的要守住。别把所有东西都当成不能失去，因为有些东西掉了，你才会看见自己真正该握住的是什么。总结来说，山地帛不是单纯的凶卦，而是一个极其清醒的提醒。它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危险的不是失去，而是在早已开始崩坏的时候，还拼命装作一切正常。它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熟不是什么都撑住，而是有能力分辨什么值得挽回，什么应该结束。
当你看懂了波，你就会明白，有些剥落不是惩罚，而是整理；有些离开不是坏事，而是腾出空间；有些低谷不是终点，而是要你回到根基，重新长出力量。如果你现在回头看自己的人生，你觉得最近正在被剥落的是什么？是一段关系，一份工作，一种安全感，还是某个你一直不愿承认已经不适合的旧状态？你也可以想想，你生命里那颗还没被吃掉的硕果又是什么？是你的能力，你的信念，你的真心，还是你即使跌倒也没有放弃的那份清醒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言分享出来，也可以说说你觉得自己正处在剥卦六爻的哪一个阶段？也许你的故事正好能给正在低谷中的别人一点力量。